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给大家带来快打旋风黄金版的 0.4 版本。之前大家可能见到的或者玩到的都是 0.3。0.4 的版本，我看了一下，丰富了一下游戏的模式，另外应该是增加了新人物，还有新招式。但是这个版本需要开荒，你需要先把特定的模式通关，或者特定的难度通关，你才能够选择那些隐藏的角色。所以今天我就使用一个桑吉尔夫来开荒。为什么使用桑吉尔夫呢？因为这款游戏的人物非常的多，作者呢把很多的动作游戏或者格斗游戏的人物捏合到了这个系统当中，但是也会造成一些问题，就是它的平衡性不是那么的好。人物是有几维的，包括攻击力、防御力还有速度等等。像桑吉尔夫这种攻击力5星的角色，打这种闯关的模式就比较顺畅，1星的角色打起来就很慢。所以很多小伙伴在玩这款游戏或者见到这款游戏资源的时候，就会问说：“大叔啊，有没有无限器的版本？因为无限器你就可以任意的释放超杀。释放超杀的话，对于那些攻击力比较低的角色通关是有很大帮助的。”桑吉尔夫的几个技能给大家演示了，超杀有2个。技能方面大概是2个投技，然后2个打击技。打击技里边这个旋风掌用来清大面积的兵，很有效。尤其是你在屏幕的一侧向另一侧推进的时候。很多小伙伴可能之前没有见过这个版本啊，这个版本最大的特色其实是它有升级的系统，还有气槽。每升一级，气槽的上限应该是上涨5点。我控一下血，争取呢最后是一套技能把它带走。第一个超杀。超杀下来之后还能够打到他。其实我的连续技还没有结束，但是他的血量已经没有了。0.4 版本好像没有推出多长时间，但是我之前玩 0.3 是没有这么多的分支路线的。我记得选关的话大概是2个路线，但是这次过了第1关之后，他给了3个选择。我都选了一下看了，有一个支线是快打旋风3的支线，我尽量前期还是给大家选择快打旋风初代的路线，让大家看起来熟悉一点。另外有一些路线呢，它甚至不是快打旋风的关卡，但是敌人方面都是来自于快打旋风系列的敌人，包括初代、2代、3代等等。这点其实还是好评的，没有做得很乱。因为用这个引擎做游戏的很多作者会加入很多其他的东西，但是这个版本之所以受欢迎，就是因为虽然可选的角色里边包含了很多游戏的主人公，但是敌人方面都是快打旋风系列的。BOSS 里边可能会有街头霸王的四天王，但是原本快打旋风和街头霸王就同属于一个世界观。这里我打的是简单的难度，就是方便快速的给大家通关。但是私底下我进行开荒的时候，可能就要选择高难度了，这样的话可以解锁一些角色。
想要玩好这款游戏，其实有一个要素是需要控制的，就是咱们的经验值。屏幕的左上角有咱们的血量、气槽，还有经验值。经验值每次涨满就会给咱们回复血量还有气槽。这样的话，很多时候其实是没有必要捡回血道具的。而回血道具在你满血的情况下去捡的话，它是有加分的。所谓的加分就是给你增加经验值，这样的话你能够快速的升级。刚才场景当中有一个非常猥琐的家伙，这也是出现在之前的一些经典的轻版动作游戏当中的角色。但是我记得这个家伙在美版的好像是没有，应该是日版才有，或者是美版有，日版没有。总之，当年的很多游戏还是非常注重发售不同的地区的差别。背景当中能够见到小五，小五好像是穿了一件肉色的衣服，但是其实也没什么差别，因为在这个分辨率情况下，你是什么也看不清的。被电了一下。这个敌人在原作当中也是非常讨厌的。大家注意，这些回血的道具来自于不同的游戏。刚才的奶酪吧，好像来自于名将。但这种角色就是超人版本的《快打旋风》续作里边的角色。超人版出了《快打旋风》2代和3代，但可能玩过的小伙伴不太多。我打 BOSS 的时候，其实最讨厌旁边有小兵来捣乱，无法集中注意力。BOSS 起身的时候都有一个无敌的时间，所以要小心一点。我先控一下他的血吧，然后找一个机会。起身就给了我一记突进技。这款游戏有一个判定，其实非常需要你注意的，就是虽然你可以在空中对对方进行无限制的连续技，但是对方对你也一样。所以咱们最好在被击飞之后，快速的按上，按攻击键，这样的话你可以瘦身。瘦身的时候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你每次瘦身之后啊，起身的时候会自动释放一个 AB， 它其实有些时候会打乱你的攻击节奏和想法。这里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奖励关。开车，开车这个奖励关在快打旋风还有街头霸王2代都出现过，但我还是感觉街头霸王的车拆起来带感一点。操作键是3个。一个跳跃，一个拳，还有一个特殊键。这个键好像能够防御的，但是我很少用。很少用的原因是，传统的2D 轻版动作游戏带有防御的作品非常的少。我能想到的大概也就是圆桌骑士这种，但它是需要你操作的，先按攻击键，然后迅速的拉后。我这个地方不错呀，上来的都是毒药，也有毒药的妹妹，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它只不过是换了个颜色，就告诉你有2个人。算是制作组的偷懒啊，其实不能叫做偷懒。当年的主机也好，
街机的基板也罢，性能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桑吉尔夫确实是打得快啊！输出很高。我建议大家，如果刚刚接触这款游戏的话，还是使用这种攻击力比较高的角色。那些1星的打高级难度真的非常的难受，输出太低了。就给人一种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输出2.5这种感觉。我选的应该是简单难度，感觉对面的血量也没有少多少。刚才这个血我先捡了，因为这款游戏有一个非常恶心的地方，就是对面也是可以捡这些回血道具的。但是这里还是要攻略一个 BOSS。看咱们的经验值是没有希望在这里升级了。BOSS 起身就是冲撞，有机会的话就多对 BOSS 进行输出。我的血量不多了，不能浪了。抓一下，一个梅花大作，空中给一下，然后再接一个跑动攻击。其实后面还可以接招式的，但是他已经崩到了屏幕的边缘。抓错人了，结果把 BOSS 砸死了。这款游戏过关之后，血量和气槽的状态应该是继承的，但是因为每关过关有结算，结算的时候基本上就升级了，所以说它是会加满。啊，这里好多人。这个大招我就不多做介绍了，懂的小伙伴都懂。目前为止，咱们的关卡流程应该是攻略了1/3左右。现在的级别是19级，但是通关的话，我最多也就能打个30级左右，因为越到后面的经验值需求是越多的，升级就慢了。所以在 BOSS 之前，咱们的血量还有气槽都需要注意一下，不能像初期玩的那么浪。这家伙把什么东西给打出来了呀？这个东西不能捡啊，捡的话大概是要掉一小段血的。这我平 A 按的太快了，应该是捡到了一个，我就一泼。大家看我的血量没有挨打，这就是捡到了脏东西的副作用。大家注意，这2台街机打完了之后你是会掉分的，也就是掉经验值。大家应该也发现了，其中有一个机台是街头霸王。桑吉尔夫把自己出场的作品的机台给拆了，所以经验值大概下降了1/4左右。如
果说桑吉尔夫有什么缺点的话，就是他的投技太多了。因为投技是很难做到打击大面积敌人的，有可能呢你摔出去的敌人把对面给砸倒了，但是砸倒的时候的输出是非常低的，不像那些依靠打击技吃饭的角色，他可以打一面的敌人。所以在不单挑的情况下，或者在不需要解围的情况下，投技这种东西还是少用。这里是 BOSS 战，这个 BOSS 最恶心的地方是他有枪啊！而且这里的小兵也不少。其实我单挑 BOSS 的水平还是可以的，因为这款游戏是有 BOSS Rush 模式的。我用很多的角色都可以通关，那个模式里边就是和 BOSS 一个个的单挑，大概打20个左右吧。而且血量还有气槽都是继承的，你想回的话就需要通过时间或者是升级。好机会啊！下来之后还能小跳一脚，然后一个跑动攻击。差一点了。这关打完之后，仍然会有一个路线的选择和奖励关。这个奖励关是拆油桶，但是这个油桶是非常硬的。这里拆完呢，本期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那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期再见。